他的情人高达147名，每天宠幸一位，轮一圈需要小半年。他的房产证108斤，折合成套数2714套，其面积相当于整个梵蒂冈的领土。他还拥有43块土地、46家公司、142辆汽车以及60亿的债券。除此之外，他的收藏包括名表、字画、奢侈品，还有大量现金。令人震惊的是，他还组织了辽宁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家族产业，带着兄弟姐妹敛财6000多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妥妥的黑金家族。2020年9月，他一被落马，全省87名保护伞被查，446人受处分，家族24名成员全部获刑。大家好，我是微笑，这位财富和权力并重的主人，正是辽宁省大连市的前副市长徐长元。在我国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贪官污吏如烟云般屡见不鲜，不断涌现。然而，那些贪婪至极、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却实属罕见。在这些案例中，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大贪官，非清朝乾隆年间的和珅莫属，而徐长元堪称当代的和珅。在徐长元的默许与庇护下，徐家势力逐渐蜕变，演变成为横行乡里、肆无忌惮的黑恶势力。该势力在大连地区横行了20余年，最终膨胀成为了一个庞大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因此，其家族被评价为政商黑三通。徐长元这位曾经的政坛明星是如何一步步沦为辽宁第一巨贪的呢？其实回看徐长元的前半生，这绝对是一部农村小子的励志史。1955年，徐长元出生在辽宁大连的一个农村家庭里，家里兄弟姐妹7个，徐长元是大哥。在那个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年代，徐家的生活可想而知。身为大哥，徐长元早早的就帮父母分担生活的压力。庆幸的是，徐家父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即便家里再穷，也没让孩子们放弃读书。徐长元也非常争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过在他17岁那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了。他最小的弟弟年仅2岁，在弥留之际，母亲拉着徐长元的手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母亲的这句话，徐长元一直牢牢记在心里，并且在以后身体力行。此时谁也不会想到，徐长元将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手照顾到了监狱。因为母亲的去世，徐长元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进入到生产队干活。在生产队，徐长元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再加上他是村子里少有的知识分子，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提拔。19岁的时候，徐长元就被提升为党员，并且担任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在工作期间，徐长元在大连管理干部学院进修了2年，拿到了大学文凭。有了学历加持，毕业之后，徐长元担任当地某包装厂的厂长。在担任厂长的10年时间里，徐长元为厂子带来很好的效益，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徐长元被调到庄河市担任市长助理，这也是徐长元往政界迈出的第一步。或许一开始徐长元也想当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官，然而当真正身处名利场后，徐长元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从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市长助理到副市长，徐长元只用了2年的时间。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徐长元的野心慢慢暴露出来。因为小时候吃过太多的苦，徐长元穷怕了。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手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徐长元看来，做官就是为了发财。而他也一直谨记母亲的遗言，把照顾弟弟妹妹当成是自己的责任。从庄河市到瓦房店，从长兴岛到金州，最后到大连，徐长元到哪里任职，他的家族势力就会蔓延到哪里。他的前半生和大多数贪官也都一样，千篇一律的奋斗励志故事。而我要重点讲的就是他后面的事迹。先说情史。1998年，大连某私人会所里，23岁的在校女生李某引起了他的注意。李某长相甜美，身材高挑，徐长元当即沦陷。他利用职权为李某安排了一份月薪过万的国企闲职，并在大连星海湾购置了一套价值300万元的豪宅金屋藏娇。每逢周末，徐长元都会乘坐专车前往约会，出手阔绰地赠送名牌包、珠宝首饰。徐长元在瓦房店任职期间，还包养了当地电视台主持人王某。为了讨王某欢心，他挪用公款为王某购买了一辆价值80万元的宝马轿车，还假借招商之名帮王某圈地注册空壳公司，每年骗取政府补贴200余万元。王某的闺蜜张某得知后，主动投怀送抱。徐长元来者不拒，在开发区为张某购置了一套复式公寓。而这只是他的情人的冰山一角。据知情人士透露，徐长元最多时同时包养着10名情妇一起为他服务，
玩腻了就换，其总数高达147位，每年为博红颜一笑就要挥霍上千万元，开销这么大，当然需要搞钱了。于是徐长元开始构建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犯罪集团，从穷小子到称霸一方的黑金家族，他们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想要揭开黑金家族的发家之谜，我们必须要先解开它最血腥、最暴力的那一面。我先说几个案件。大连长波物流公司是徐氏家族的核心产业之一，由三弟徐长波和四弟徐长威所掌控。表面上它是一家普通的企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暗地里它是一台精密的以暴力为燃料的榨汁机。受害人刘某某职业是长波物流的货车司机，他遇到了一个在那个行业里很常见的麻烦，他欠了公司7万元左右的车辆承包费。在正常的商业逻辑里，这应该是一起民事纠纷，刘某某可能会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但他所收到的却是徐家马仔的手段。他没有被带上法庭，而是被强行关押在庄河市的一家宾馆里。房间里烟雾缭绕，刘某某的家人们东拼西凑，勉强凑来了1万元钱，但对方并不满意。他们向刘某某传达了老板的提议。根据刘某某的证言，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也还不上钱了，给老板一个诚意吧。实在不行的话，就剁手指头吧。给老板一个诚意，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宾馆房间里，这句话就是法律。濒临崩溃的刘某某别无选择。根据档案记载，他自己拿起了刀，手起刀落，砍了2刀，位置是左手的小指前端。几天之后，血迹尚未完全干涸，刘某某等来了老板的慷慨回复。那个消息是这样说的：老板发话了，车你还接着开，欠公司的钱给你免掉1万，剩下的好好干活，接着还。一根手指头换来了1万元的优惠券，这大概是人类商业史上最昂贵也最血腥的折扣。这种建立在人体器官上的讨债模式，在长波物流并不是孤立，而刘某某也只是第一个浮出水面的受害者。司机李某同样因为欠款被逼入了绝境，之后他喝下了农药自行了断。他以为死亡可以是一种解脱，但他低估了这个组织的残忍。当他被送进医院抢救时，徐家的打手追杀到了医院的病房里，继续对他进行折磨和恐吓。最终李某也没有死成，他活了下来，但代价是双肾衰竭，终身残疾。还有司机邱某，他也没有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逃离。在一次遭到非法控制的过程中，邱某抓住了那转瞬即逝的机会，在高速公路上，他打开了飞驰的货车车门，纵身跳了出去。结果是被紧随其后的车辆当场从他的身上碾压了过去。砍手指、逼自杀、跳车碾压，这3起案件是3条被碾碎的人生。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家物流公司还是一个暴力组织？徐长威、徐家老四负责集团的财务与运营，还有徐长宝、徐家老五负责集团的纪律与执行。根据档案记录，徐长宝早年就以招收保安为名，大肆网罗社会闲散人员，充当家族的打手。老大徐长元甚至还亲自指点过他，说是个别来闹事的，也不要客气。这句话从正厅级的大哥口中说出，传到五弟徐长宝的耳朵里，再传到那些保安和马仔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另一句更直白的黑话：老板有钱，只要不闹出人命，就啥事儿没有。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场景，而他们也是本案的第一重迷雾。砍断手指是恶性故意伤害，追到医院威胁是寻衅滋事，高速跳车致死背后是非法拘禁，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重罪。那为什么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案件在当地的公安系统里竟然都没有立案调查呢？他们就像邱某的尸体一样，被高速公路的车轮碾过，然后消失在时代的尘埃里。这股笼罩在庄河市上空的迷雾究竟是什么？2018年，当专案组的调查人员顶着巨大压力再次寻访当年受害人刘某某的家属时，他们依然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轻易开口，只是再次说出了当年那句让他们彻底绝望，也让调查组毛骨悚然的话：你敢报警？徐家老大是瓦房店市长，他们家势力太大，谁敢报警？至此，黑金家族最后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终于浮出了水面。他就是家族最核心的角色，那个发誓要照顾好弟弟妹妹的大哥徐长元。而这些案件全部都是为了搞大钱特意做出来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杀鸡儆猴。1996年，时任庄河市副市长的徐长元正分管一个当时最烫手的山芋——国有企业改革。
很快，徐家看中了庄河市的工业物资总公司，这家国企正准备公开拍卖，于是他授意自己的二弟徐长发去参加竞拍，竞拍价格是99万元，但这场竞拍只是一个表演，真正的魔术发生在付款阶段。拍卖结束后，徐家并没有按规定立刻缴纳全款，他们只交了5万元的保证金，然后就利用大哥徐长元的影响力，抢先办理了企业过户。那还差94万的尾款怎么办呢？此时徐副市长登场了，他暗中指使相关部门进行了一次令人费解的会计操作。他本应额外缴纳的94万元土地出让金，在账目上被误算成了那笔99万的企业竞拍款。这就好比你去买房子，总价是99万，你只付了5万定金，就让房东把房产证过户到了你名下，然后你打电话给税务局说，我交的那5万定金，你就当成我缴的94万契税吧。不过这个比喻还是不够准确，因为那94万元徐家根本就1分钱也没出。徐长元利用他的权力上演了一出完美的空手套白狼，他用国家的钱收购了国有企业，价值100万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就改到了徐氏家族的名下，而这也成了黑金帝国的第一块基石。他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刻着权力这2个字，确立了徐氏家族的核心商业模式。大哥负责掌握权力，弟弟们负责把权力变成钱。就这样，他们挖到了第一桶金，徐氏家族的商业版图开始疯狂扩张，而大哥的照顾也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五弟徐长宝在自家的汽贸公司院子里开设了一个赌场，赌徒们最怕被警察一锅端，而大哥徐长元很贴心地帮忙解决了这个行业痛点。他利用自己的关系调来了一辆警车，长期停放在赌场门口来护院，这简直是史上最硬核的官方认证。庄河和丹东周边的赌徒们一看警车看门，纷纷慕名而来，徐家也就大发奇财。一个由正厅级干部家属开设，由警车负责安保的赌场，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家族政商黑3位一体的闭环思维。有了钱，五弟徐长宝的打手越养越多，有了暴利，徐家的生意就没人敢抢，而有了大哥的警车，连黑都披上了红的外衣。但幽灵的庇护并不止于此，如果说警车护院只是以商养黑的荒诞喜剧，那么接下来就是以权护黑的惊悚证据。2010年，徐家差一点就翻车了。五弟徐长宝手下的2名核心打手孙飞和江明勇因为涉黑犯罪被警方抓捕，这是一次致命的威胁。如果顺藤摸瓜，很可能会挖出背后的徐长宝，甚至牵连到整个家族。可就在此时，老大哥及时现身，开始了操作。时任瓦房店市委书记的徐长元亲自拿起了那部红色的办公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的原院长张明鹏。我们无法完全还原那通电话的全部内容，但根据张明鹏的回忆，徐书记的指示充满了权力的艺术。他没有直接说放人，也没有明确说轻判，他只是以老领导的身份提前打招呼说，有个庄河的案子要交过来，快审快办，不要节外生枝。多么精妙的6个字，在官场的语境中，它被翻译过来就是照章办事。但到此为止，不要深挖，不要挖出我五弟徐长宝，更不要挖出我徐长元。张明鹏很快心领神会，最终这起本可以挖出整个组织的涉黑大案被迅速且轻巧地处理完毕。大哥徐长元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幽灵，他从不亲自到场，他不出手砍人，也不去赌场发牌，他只是分管国企改革，只是打个电话，只是在照顾弟弟和妹妹。他用自己假面的光辉履历，为乙面的黑金帝国筑起了一道完美的防火墙。暴力和司法这2条最传统的调查路径，所有通路都被他彻底封死了。专案组逐渐明白过来，要想战胜这个幽灵，你必须找到一份他无法抵赖的，并且是他亲手留下的致命罪证。既然黑的道路被权力阻隔，既然暴力的线索被幽灵抹去，那么辽宁省纪委监委的专案组就做出决定，把主攻方向做一个调转。他们要绕过那些马仔和打手，停止追查那些看得见的血，转而去追查那些看不见的钱。于是他们的主攻方向转向了金融与土地，开始一页一页地追踪徐氏家族那庞大如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流向。很快，一个名字从成千上万的交易记录中跳了出来，他叫王守宽。他不是徐家人，他是一个商人，但调查组发现他与徐家4弟徐长威的资金往来极其密切。在徐家的黑金帝国里，王守宽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是家人而胜似家人。徐家人对王守宽的评价极高，
档案里记录着老王这人不吃独食，有眼力劲儿，有钱大家一起赚。翻译过来就是他听话，他懂规矩，他知道该把大头交给谁。这里边最为精妙的一出戏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大哥徐长元正担任大连市长星岛临港工业区管委会的一把手，新官上任。徐长元急需一份亮眼的政绩，经管委会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长兴岛管委会出台了一项极具诱惑力的优惠政策，凡是引进外资来长兴岛投资的渠道，管委会和政府将按照投资额的 5% 给予奖励。徐长元看着这条自己签发的政策，一个天才的妙计在他脑中迅速成型。他找到了白手套王守宽以及自己的四弟徐长威。在档案里，徐长元是这样交代的：长兴岛有几个项目挺不错，你去和王守宽联系。为了避嫌，你不要亲自出面，如果哪个环节卡住了，让他王守宽直接来找我。这个妙计就是让王守宽的公司伪装成港资企业，然后让四弟徐长威把徐家在内地的钱打给王守宽，最后让王守宽再用这笔钱投回到长兴岛，进行一次出口转内销式的假投资。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徐主任的左手徐氏家族把钱交给右手白手套王守宽，然后右手王守宽再把这笔钱投资给左手长兴岛管委会。这样左手的管委会不仅合法收到了这笔投资，完成了政绩，还要公开表彰右手招商引资有功，最后再从公共财政里拿出 5% 作为奖励，合法递交还给右手王守宽，而王守宽再把这笔奖励的大头还给徐氏家族。徐家一分钱都没花，白白得到了一笔巨额奖励，大哥还顺便刷了一份政绩。但就在这个完美闭环即将启动的时候，一个荒诞的意外发生了。作为白手套的王守宽，他那家用来扮演亿万港商的公司账上没钱了，他连启动这个假投资的本金都凑不齐，眼看这场大戏就要演砸了。徐长元指示长兴岛财政局挪用公款，他下达了指令，从长兴岛的公共财政里划拨出整整 3.28 亿元人民币，借给那个白手套王守宽的公司。徐主任用政府的钱借给了一个骗子，好让这个骗子有钱来假装投资这个政府，最终再让这个政府合法的奖励这个骗子一笔钱。这已经不是空手套白狼了，这简直是让狼给你倒贴钱。专案组的调查进行到这里，案件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转折点，因为幽灵在这里边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那只打招呼的手，第一次在挪用公款的红头文件上留下了自己无法辩驳的亲笔签名。有了这笔 3.28 亿的公款启动金，这出戏终于演完了。最终王守宽的公司合法地拿到了政府的奖励款，足足有6000多万元人民币，而其中的4000万马上就赚进了徐氏家族的账户里。这份荒唐的 3.28 亿挪用公款批示，明摆着就是政商勾结的铁证，它就是刺穿幽灵心脏的第一道光。专案组很快发现，那4000万的假外资奖励仅仅是徐氏家族的一道开胃菜，它撬开的是一个价值100亿的黑金保险库。接下来我们进入这座帝国最核心的地带，这里隐藏着另一位关键人物白手套王海。2009年，原本做净水器生意的王海在徐长元的鼓动下，在长兴岛成立了一家船舶园公司，但他的公司受土地指标限制，无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也就无法从银行贷款。徐长元指示长兴岛国土局违规，将管委会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直接变更到了王海的空壳公司名下。一场价值近48亿的惊天魔术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称之为银行提款机计划。第一步，大哥徐长元把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存进了他指定的那几家银行。第二步，白手套王海拿着那张假土地证走进了这几家听话的银行。第三步，银行在财神爷的注视下开闸放水。在短短3年里，凭借这张假证，王海的空壳公司疯狂贷款 47.82 亿元人民币。第四步，这将近48亿的巨款一分不留，全部转入徐家真正的金库。最后最为精髓的一步是长波物流再以月息 3% 的超高利贷把这笔钱借回给王海的船舶园公司。徐家一分钱没出，用国家的土地证去银行借了47亿，然后把这47亿当成高利贷放给了王海负责的项目。银行的钱在他们手上转了一圈，光是利息就合法的赚了超过10个亿。银行成了徐家的私人储蓄罐，而国家的土地则成了他们撬动地球的杠杆。如果说47亿元的提款机是利用规则的智取，
那么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赤裸裸的豪夺，我们称之为5亿元碰瓷案。徐长元再次发挥了他作为徐幽灵的核心优势——信息差。他提前获知大连甘井子区某个地块落入了政府的收储计划，于是他立刻指示四弟徐长威和白手套王守宽抢先一步买下这块地，长威木材市场就这样成立了。2年之后，政府的动迁如期启动，但对政府开出的补偿价，徐家很不满意。大哥徐长元再次支招，他对四弟说：“你们自己找一家评估公司，多评一些，有个依据，再跟政府谈。多评一些。”四弟徐长威立刻领会了大哥的艺术，他导演了一出创作大戏。他组织了公司所有员工开始炮制材料。根据海湾新城一位售楼员小赵后来的证言，他被叫去帮忙，桌子上放着一空白的租赁合同，有人告诉他名字随便写，于是他学着别人的样子填了10几份。他们就这样创作了560份的假租户合同，还伪造了根本不存在的地下管线等施工设施的材料。四弟徐长威的这番操作，连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等到材料创作完毕，幽灵再次现身，大哥徐长元亲自出马，给时任大连副市长张军以及甘井子区常务副区长侯真涛施加压力。根据侯真涛的证言，张军副市长多次表示，补偿结果要尽量让常威木材市场满意。当大哥的权力与四弟的演技完美结合，让徐家从政府手中骗取了5.87亿元的补偿巨款。调查来到这里，我们也终于明白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暴力行为的真正意义。那几万块的车辆承包费根本不重要，这里边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恐惧。徐家必须通过这种杀鸡儆猴的血腥表演，去维持一个没人敢惹的恐怖形象。因为只有这样，他们那高达60多亿元的对外债权才有人敢借，也让人不敢不还。只有这样，在他们碰瓷政府的时候，才没人敢在同一个项目上与他们竞争。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3位一体，五弟徐长宝负责黑，用暴力维护着老百姓的恐惧；四弟徐长威负责商，用演技和假合同创造利润；而大哥徐长元则负责正，用权力为这一切签字和兜底。2018年的7月6日，所有的证据链条从黑到商再到正，终于完全闭合。专案组对幽灵徐长元采取留置措施，而他似乎也早就预感到了风险。早在3年前的2015年，徐长元刚满60岁，就迅速办理了退休手续。在他看来，退休就等于安全着陆。他甚至无缝衔接出任了长波集团的决策委员会主任。他可能以为这只是从前台转到了后台，但他忘记了，扫黑除恶不分前台和后台，只要是你犯过的罪行，也就无处遁形。2020年的9月2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黑金家族的大案迎来了终局审判。审判长开始宣读那一份漫长的近乎荒谬的判决书。被告人徐长元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10余项罪名，数罪并罚，依法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2714套的房产，那100亿元的黑金帝国在法律上灰飞烟灭。但这并不仅仅是徐长元一个人的审判日，这是一个家族的覆灭。在法庭上还站着他的4个弟弟和1个妹妹。四弟徐长威因犯诈骗罪、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行，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5年。五弟徐长宝因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行，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5年。而三弟徐长波、二弟徐长发、妹妹徐秀敏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全家6个兄妹悉数入狱。整个案件似乎已经被侦破，但这里边还有一个终极谜团需要解开。为什么徐长元要这么做呢？一个18岁就入党的寒门贵子，一个发誓要照顾好家人的大哥，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全家6个兄妹整整齐齐全都带进了地狱的呢？调查组在深入研究这个家族时，发现了一个极其荒诞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作为这个家族的大家长，徐长元对他的弟弟妹妹们有着一套极其严格的家风家教。他定下了一条死规矩，逢年过节全家人聚会时，任何人都不准带司机开车护送，不准带保姆回家做饭。如果谁敢违反，大哥徐长元会当场大发雷霆，他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弟弟妹妹的鼻子大声训斥说：你们是不会开车吗？你们是不会做饭吗？为什么要带着司机和保姆回来？这不是1次2次的提醒，这是一条铁律。
根据调查档案的记录，徐长元甚至还定下了惩罚，从此以后，如果发现一次就扣10万元的人民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费解的场景，一个纵容弟弟们开设赌场、暴力砍人、非法拘禁、骗贷47亿元的大家长，却在疯狂纠结过年谁来做饭，弟弟是不是自己开车的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分裂？直到最后，我们才看懂了这套家规背后的真正目的。徐长元他不是在反对奢靡，他是在反对张扬。他不是在培养一群生活简朴的家人，他是在培养一群行事低调的共犯。他苦心维系的家风不是清正廉洁，而是一个犯罪组织头目对纪律与隐蔽的偏执要求。他要确保这个政商黑三位一体的帝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他是在培养间谍。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极度扭曲的大家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关掉法庭的灯光，穿过那2714套空荡的豪宅，回到这个故事的真正原点，也就是我前面已经说了的1972年，他的母亲病重垂危。在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对他这个长子说出了最后的嘱托：你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徐长元含泪点头，这个承诺成为了他一生的执念。但照顾好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徐长元偏偏选择了最极端的那一种呢？根据他的回答，只有3个字：穷怕了。在后来的忏悔中，徐长元反复提到了这个烙印。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童年的：小时候5个兄弟，家里就一条裤子，真是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光着屁股趴在炕上，炕席都是烂的，穷得一塌糊涂。5个兄弟一条裤子，这是一个如此具体、如此屈辱的童年烙印。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这是一个如此沉重、如此质朴的临终承诺。在接下来的40年里，这个穷怕了的烙印和这个要照顾好家人的承诺，在这个年轻的干部心中开始疯狂的发酵。可是当这两者最终与一个不断膨胀且不受任何约束的正厅级权力相遇时，他们就异化成了一个必须要用100亿元黑金和2714套房产才能勉强填充的贪欲黑洞。面对调查人员，这个曾经的幽灵这个大家长徐长元终于说出了第一句忏悔。他说：我母亲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我现在不但没有兑现对母亲的承诺，我还把他们都领进了监狱。母亲走的时候把我的手告诉我，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我现在不但没有兑现对母亲的承诺，把他们都领进了监狱。他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验证了一个最古老的道理：当官不能发财，发财就不能当官，两者不能兼得。徐长元说，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那就和我一样，非出世不可。在记者采访的最后，他留下了一句好像是来自命运判词的总结。他说，人不能把钱带走，但钱却能把人带走。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